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日上午的8点3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我们看到昨天收了一个十字星，这个十字星呢是我们预料当中的。为什么啊？我们判断行情会有一个下跌的一个预期呢？原因是啊，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啊，本轮行情是由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啊组成的。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啊，非常接近了一个1690均线这个位置，跌破1690均线之后开始发生反弹，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是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反弹发生之后。做了一个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在这里边，所以呢我们判断在28000点附近会有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出现最终呢行情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呢，分别出现了2个黑天鹅，一个是美国的非农数据的公布，一个是 CPI 数据的公布这2个数据的公布呢都是高于预期所以呢引发了下跌下跌之后行情重新走出了我们预期的一个规律就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从周线级别切换到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突破了144日均线这个红色线144日均线突破了1690均线，并且站上了轨道上方。什么轨道上方呢？就是波峰连线这个下跌通道的上方。但是我们认为行情非常不容易出现反转的现象。反弹只是反弹，虽然超预期的反弹，超预期是怎么个超预期呢？就是多了一根阳线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多了一根阳线但是我们认为这根阳线呢是谎骗性 K 线诱惑性的谎骗线 K 线特别是本周四美国还要公布一个同期的 CPI 数据那这个数据出炉之后会大大影响行情继续往上走。所以呢我在这轮行情当中认为这个谎骗性 K 线出现之后未来美股将要有一个下跌的过程将要重新回到它的下跌趋势上来，最终呢美股会发生什么呢？会发生平行于2020年2月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就是它的下跌没有完成下跌趋势没有走完，当前的行情只是反弹，不构成反转。那这样的行情呢势必会影响到比特币的走势。所以呢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周六周日包括周一的行情当中，比特币都略微出现了回调比特币的走势上出现了略微的回调。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当前的结构。我们看到本轮行情从3万点跌到17605之后，出现了3次波谷这3次波谷出现之后呢，我们判断虽然长达1个月的波谷但是我们看到第3次波谷仍然出现了反弹这个是我们之前判断到的我坚持了1个月说这里面是非常容易出现反弹的。这轮反弹呢是对3万点到17605的第3轮回补17605的第3轮回补第一轮反弹呢它的回补了 43%， 第2轮反弹回补了 23%， 第3轮回补，那么目前反弹的最大幅度从低点1800美金到高点21000美金大概是 16% 的反弹幅度那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对这个多头呢有一定的希望但是呢我们已经开始布局空单了，这并不矛盾因为我们之前给出了一个反弹的目标位就是在这个结构性压力位附近大概是在21500美金到22000美金目前高点呢相差500美金差的不多差的不多，但是我们看到了上方是压力重重，第一重压力位呢是黄色线这里面的144日均线我们前天的高点呢正好打到这个144日均线附近。第2重压力位呢是这个波峰连线5月份看图
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在22000美金形成了一个压力。那第3重压力呢，再往上一点点啊，就是169日均线啊构成了压力啊。所以呢，我在前2天啊就一直呼吁大家啊，慢慢布局空单。为什么要布局空单呢？因为你要在反弹过程当中，在压力位附近啊逐层的布局空单。我们在行情当中只有这几点可以供你做。第一点呢，就是掌握趋势啊。什么趋势呢？目前是熊市嘛，大家伙公认的熊市。那么下跌就是我们要把握的趋势。第二点呢，在行情当中你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这个合理的位置呢，是你可以布局进去的。那么我们耐心等待的什么位置是合理的位置呢？我之前给出大家啊，21500到22000美金。当然了，差500美金这个是非常微小的差距啊。当前的高点是这样。那么在行情当中啊，未来我们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啊，所以呢，在22000啊，在21000美金附近之上呢，我们应该开始布局空单了啊，因为我们毕竟看到啊，上方压力重重啊，虽然有拉升的可能性，但是你应该开始布局了。布局啊，你要考虑到你的止损和你的倍数啊。我的观点一直是你要低倍杠杆啊，我认为是5倍到3倍啊，5倍到3倍杠杆，然后低倍杠杆，然后分仓进场啊，把仓位打散啊，就像你是一艘潜艇，你要攻击航空母舰，你是1颗鱼雷啊，命中率高呢，还是3颗鱼雷命中率高呢？肯定是3颗鱼雷啊，会更精确的把这个航母击沉啊。所以呢，布局仓位也是如此啊，尽量的把仓位打散啊，把倍数降低，同时呢，把握方向啊，把握趋势啊。那么下跌呢，一定是熊市当中最大的趋势，特别是对比特币而言啊，所以呢，行情当中啊，你第一个建仓，你要有一个观察仓啊，第二个仓位啊，要在反弹过程当中逢压力位啊，逐渐布局进来啊，逐渐的布局进来啊，最终呢可能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趋势上的利润我们看到哪儿呢？我们之前给了啊，是在10500美金附近啊，10500美金附近，也就是比特币啊最终能跌85%啊，它的残值仅剩15%啊。这个数据呢是根据这个高点69000来的啊，来计算的啊，也就是69000乘以0.15啊，等于10500美金。对于以太坊来说呢，我们一直观测的是啊，它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看图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呢，我们画出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这个大型的连线啊，连线的起始位置呢是大概在21年5月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我们发现啊，本轮反弹它的一个压力位啊，在0.08附近。在0.08附近啊，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比值。那么目前行情高点呢，最高点我们看一下啊，是在0.079278，非常接近我们给出的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了啊。所以呢，行情目前日线级别上啊，以太坊对比特币已经转为弱势，正在转为弱势。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啊，周线级别上前面行情当中，它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完之后啊，走8阶阴线，这个8阶阴线走的不明显，但是我们看到反弹过程当中，行情走到这里还没有把悟空阴线杀死，因此我们判断啊，以太坊对比特币啊，目前是一个下跌趋势的啊，以太坊对比特币是一个下跌趋势的，原因就是啊，这个妖怪 K 线没有将悟空阴线完全杀死，妖怪 K 线呢就是反弹啊，这个反弹 K 线没有将这个悟空阴线杀死，所以呢它依然有下跌趋势。那么未来我们判断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有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所以呢，未来以太坊对比特币可能会有一个加速下跌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加速下跌呢，会平息于前面的这轮的下跌，也就是5月份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下跌啊，最终以太坊的下跌呢出现一个加速。然后回到以太坊对 USDT， 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标志性的 K 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8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
出现之后啊，杀生阴线组出现之后，反弹将杀生阴线组杀死呢。目前呢，我们处在周线级别的8界的这个位置啊，8界的这个位置。但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弧形顶啊，这个弧形顶出现之后，以横带跌啊，突破了这个长达1年多的弧形结构啊。突破之后，行情发生反弹，首先突破了箱体结构啊，然后突破了5月份的波峰连线啊，5月份的绿色线这个波峰连线突破之后啊，突破了144日均线，突破了169日均线，连续发生突破之后啊，我们感觉到啊，以太坊的小牛市，起码是熊市当中的小牛市来了，但是行情往往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行情在这个压力线附近，它容易出现这种毛刺现象啊，在这个方向上，这个位置上见顶之后还容易下杀回来。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标的啊，因为它本身呢，对比特币来说，它是一个带杠杆的结构，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它是带杠杆的。所以呢，我认为以太坊未来啊，相对于比特币有一个加速的过程啊，在这个1500美金附近之后啊，可以逐渐的进场空单啊。今天呢是11月1日，比特币月呢已经结束了。我认为在11月中旬以后，也就是11月15号以后，行情会有一个快速的下杀过程啊。那么不确定因素呢，就是在这15天，也就是10月1日到11月15日啊，这15天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有可能反弹呢还有一些继续啊。毕竟呢，我们看到啊，小日线结构和4小时线结构啊，特别是4小时线结构还没有能够完成什么呢？能够完成这个波峰连线啊形成的焦点啊，当前画不出来，没有办法画出来。连接2个点啊，构成一条直线，没有办法形成焦点的情况下，行情还有一定的反弹的可能性。一旦我们能够把这个焦点完美的画出来，能够观察到这个焦点的时候，也就是变盘发生的时候啊。所以呢，多头目前仍然还有一定的机会，但是呢，我作为空军是开始布局空单的时间点啊，15天时间，每5天啊，找一个相对的高点，布局一定的空单，3倍杠杆啊，做空以太啊，这是我在大概10月29号啊给出的一个策略啊，也就是说到11月中旬，每隔5天啊，每5天为一个阶段啊，这5天找到行情当中啊一个高点啊，怎么找呢？你可以隔100美金啊进场一个小的仓位，或者隔200美金啊进场一个仓位。这个仓位呢是要高于你成本的，然后不断布局下来啊，同时呢要把这个倍数降下来啊，3到5倍杠杆啊，然后仓位呢也要控制好啊，最终呢以太坊的目标位我给出来的是260美金啊，目前这个点位呢还有很大的下跌空间。因为我们在周线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下跌修的一个目标位是1100美金，周线级别下跌结束之后到达1100美金之后，会重新延续这个弧形的下跌趋势最终呢目标位我们给出的是260美金以太坊的最大下跌幅度是95%，它的残值呢从高点计算仅剩5%，5%就是260美金。那么在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板块轮动的现象特别是对于平台币 BNB 来说我之前说了以太坊涨完狗狗币推特系列的，包括狗狗币Mask 还有 Mina 这些币种涨完之后 ，BNB 或者是火腿或者是 OKT 会有很多表现。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所以呢，最近几个交易日 BNB 我们看到非常强势，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之后一路上攻，但是这个上攻呢，它是有限度的后面的行情当中一定会跟比特币的趋势来走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出现加速上涨，很可能会它走到尽头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对于多头来说呢，你现在要做的是就是控制仓位在不断的拉升过程当中，逐渐降低你的仓位。同时呢，对于 MASK， 对于道指来说，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它依然表现的相对来说很强势，它的结构呢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出现了悟空阳线之后走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目前依然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这个沙僧阳线呢，它是从小日线级别逐渐延伸到4小时线级别，在小日线级别上它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变盘动作。目前这个变盘动作已经发生，但是它以横带涨走出了一个缓涨的结构。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收敛三角形重新画一下，也就是把它波峰连线重新画出来。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变盘时间点推迟到了今天下午15点，也就是 A 股收盘之后。A 股收盘之后，我们观察它是一个窄的收敛结构，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对于多头来说是要有仓位的，因为它可能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上行然后我们还要准备一个仓位，就是如果下跌的话，在底部位置要布局一个仓位。对于多头来说，对于现货来说要布局一个仓位。同时呢，我们看到它是一直沿着小时线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上行的，所以呢，我们把它一个止损的位置是在 0.1 附近是在 0.1 附近这是对于现货来说的，是在 0.1 附近之后，我们第一个仓位是在这个收敛结构当中布局，第二个仓位呢是在下跌下来之后布局。那么我们在行情当中，如果它发生反弹的话，我们第二个仓位这个第二个仓位要在反弹过程当中在这个位置上获利减仓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有可能我们做出的预期是它走完一轮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最后走唐僧阳线。这样的话呢，它在行情当中我们会给出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阻力位大概是在 0.15 到 0.16 附近这个阻力位，这是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是哪儿来的呢？我们要知道糖是从哪儿甜的，盐是从哪儿咸的。前面行情当中，也就是在去年的12月底12月份这轮行情当中震荡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在0.15到 0.16 附近就非常接近这个区域这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位。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发生了日线突破了1690均线，突破了1440均线，所以呢，我们给出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但是上涨西游呢，它是有目标位的根据它的这个上涨的动作根据它的趋势我们要预计好这个压力位。毕竟呢，行情走到这里是一个熊市，虽然对于道指币来说，它和推特合作马斯克和推特合作对这个道指币有非常强大的利好但是趋势的力量是不容易因为某个事件发生改变的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淘宝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